华为 P60 Pro、OPPO Find X6 Pro， 它们都是最近新发布的影像旗舰，而且它们在宣传点上也有些类似，对吧？那今天就来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。那最近新发布的旗舰手机确实非常多，我们会挨个让它们轮番的对比一下。那只不过呢，我们这儿会比别人可能会慢几天，我们总得买到手机之后才能上节目啊。不过您关注我们之后呢，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它们的真实表现。那我喜欢这种拍照好的手机啊，主要是因为我喜欢用这种最便携的摄影设备到处去拍些照片。那拍得不好，抛砖引玉，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哦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摄影环节的照片是台手机就能拍，不光它俩能拍，关键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。那剩下的环节就都是测试环节了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坚持下去非常有帮助。那下面就来看看他们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呗。那总体来说，两台手机的后摄配置基本相同，都是主摄超广角，还有一颗长焦镜头。华为 P60 Pro 这边是 3.5 倍的长焦镜头 ，OPPO Find X6 Pro 呢是3倍啊，实际上呢光学焦段是 2.7 倍。注意啊，它们的镜头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在 P60 Pro 的拍摄界面中呢，给了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最上面那个10倍是 3.5 倍的数码变焦啊，它没有10倍的光学镜头。同样的 Find X6 Pro 最上面有一个6倍的焦段切换按钮，它也是 2.7 倍镜头，就是现在写的那个3倍啊，那颗镜头的数码变焦，它也没有光学的6倍镜头。在后面内容里呢，手机名称就用简称了啊，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。从参数上看 ，OPPO 的感光器尺寸更大，但是华为的主摄有一个 OPPO 没有的技术，就是物理的可变光圈，从 F1.4 到 F4 一共4档光圈可以变。在华为的大光圈拍摄界面里边就可以调节光圈了，它分物理光圈跟虚拟光圈啊。物理光圈就是 F1.4 到 F4 4档光圈可以调，每一档代表着进光量成倍的变化。那虚拟光圈选项呢，就是物理光圈加算法的结合了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华为的主摄光圈 F1.4 跟 F4 的成像对比。如果你离被摄物体比较近的话，背景虚化的程度区别还是很大的。那如果你离被摄物体2到3米左右，比如说现在这组照片，那么大光圈和小光圈在背景虚化上的区别就看不出来了。那这点呢，跟大相厂的相机是没法比的。不过这次 P60 Pro 比 P50 Pro 强的地方在于，大光圈跟中档光圈在成像质量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华为跟 OPPO 主摄的对比了，除了颜色的区别以外啊，就是视角的区别。华为主摄的视角呢，等效焦段约等于27，OPPO 那边约等于23。那么颜色的区别呢，确实是有啊。当时拍摄的时候是阴天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那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从光学上说啊，两台主摄的表现都不错。那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 ，OPPO 这边呢算是1英寸底手机里边表现不错的了。华为那边呢，其实它一直是有裁切4轴画面传统的，但是这回呢，无论是高清模式还是弱格式，主摄的视角都是约等于等效焦段27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裁没裁。那如果从照片上看啊，它的边角画质把控是非常不错的。那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，这回颜色的区别呢，没有刚才那组大了。那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依旧不错，华为的锐化更重。那镜组的光学素质方面呢，由于华为我不知道是否裁了一圈画面没有啊？那如果裁了呢，那就谈不上镜组的光学素质了。OPPO 这边呢肯定是有下降的，但是还不错。两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，华为4800万 ，OPPO 5000万像素。那这组华为的高清模式拍出来的效果可不怎么样啊。那就再看一组对比吧，同样都是高清模式啊，这回中心解析力方面依旧是 OPPO 的表现更好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硬件参数上说呢，
感光器上啊，华为这边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到啊，我也不确定。那原生像素呢是 OPPO 更高，视角是华为的更宽广。从实拍上看，两边的色彩是非常接近的。那视角差距呢，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就是 OPPO 拍不到的范围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从光学上看啊都不错。那机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两边也是都有下降的，下降的程度差不多。但是华为呢视角更宽广 ，OPPO 是感光器更大，他们俩呀都有不好把控边角画质的地方。那再看一组样片，要不是视角不一样啊，看着就跟一台手机拍的似的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做的依旧不错。另一边的边角画质，两边还是都有下降的，但是华为看起来好一些。OPPO 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华为是没有的。那解析力方面的差距啊是比较明显的。华为 P60 Pro 拍摄微距是非常厉害的，超广角跟长焦都能拍摄微距。现在就是超广角跟长焦拍摄微距的对比。当然，你选择主摄来拍微距呢，实际上也是超广角来拍的啊，是数码变焦来拍。实际效果呢都非常不错，就是颜色的区别稍微大点儿。现在看到的就是 P60 Pro 跟 Find X6 Pro 拍摄微距的对比。华为这边呢用的都是长焦拍的，微距对比的差距是这两台手机所有对比项目中差距最大的。华为这边无论是成品质量，还是对焦效果，还是防抖能力，均在 OPPO 之上。那如果前面说的这些因素是相乘关系的话，那整体体验可比 OPPO 强太多了。再看中长焦镜头，华为这边呢有一颗3.5倍的长焦镜头 ，OPPO 那边呢是有一颗3倍的。但其实呢，它那颗是2.7倍啊，但是厂家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要用3倍，那3倍就是2.7倍的数码变焦呗。他们的对焦能力都是没问题的啊，我测试了。那咱们直接看样片，样片呢先从2倍焦段开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从解析力啊，就光学上说呢，两边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从整体上看，华为的锐化更重。现在是华为的3.5倍跟 OPPO 的3倍对比，虽然说焦段不一样啊，但是他们在各自的焦段上解析力还都是不错的。OPPO 在拍摄界面中不是给了一个6倍的数码变焦焦段吗？咱们看一下两台手机的表现啊，解析力还是差不多的两边，华为的锐化呢稍微重一些。华为的拍摄界面也给了一个10倍的焦段按钮，咱们看看10倍的表现啊。哎，我感觉好像是华为强一些，是吧？那咱们再看一组对比啊，还是10倍焦段的数码变焦啊，没错啊，就是华为的10倍，解析力更好。下面看前摄的表现，从自拍效果上看呢，他们的水平都挺高，而且在这个环境下呢，他们的发挥也很稳定啊，没有发现哪张就偏色了。从肤色上看啊，从我这看，我觉得华为的肤色好像更好一些，背景的颜色也是华为的好看，你们觉得呢？前摄录像的表现，这华为默认设置的颜色就是这样。到后面录像环节，你们也会看到啊 ，OPPO 那边呢就是防抖不行。再看人像拍摄，华为这边的人像模式默认是用主摄来拍摄的 ，OPPO 那边呢是用长焦来拍摄。主摄拍人像呢，其实有点不习惯啊。切换到长焦之后，哇塞，华为这个背景虚化真的太猛了啊！不过抠图还不错，不过在拍摄体验上，华为可比 OPPO 强太多了。华为这边拍摄人像啊，按下快门就能成像。那有什么后期处理呢？在机身内部解决。OPPO 这边按下快门之后，就跟拍夜景似的，快门呢还要转一转才能成像，体验不是很好。成像素质这块呢，人物的肤色都是没问题的，就是背景的区别太大了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成像效果呢？再看蜘蛛扩张度的表现，前两个场景呢难度不是很大，两台手机的主摄还是超广角，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保留的都很不错，水平看起来都很高。但是随着难度的加大呢，两边开始出现了区别。那比如说这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 OPPO 还是不错的啊，因为 OPPO 的暗部能按得下去，细节还比较多。但是超广角呢 ，OPPO 的暗部细节保留的就少了。同样的，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 ，OPPO 还是很不错的，暗部能按得下去，细节保留还是非常多的啊，这点很好。但是超广角呢 ，OPPO 就没有华为好了。虽然 OPPO 还是能按得下去，但是按的没有细节了就不行了。这个场景，华为的主摄在极力还原暗部细节，虽然说颜色比较难看，但是只要拍得出来，后期就能调。但是亮部细节是 OPPO 的更好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，暗部华为好，亮部 OPPO 好。最后一个极限的场景，华为的暗部细节强很多，亮部呢还是 OPPO 好，但是亮部啊，天空上没有什么细节，这个 OPPO 的选择呀有点吃亏。夜景这块，咱们先说一下鬼影的问题。主摄上 OPPO 的鬼影是非常强烈的啊，这个场景就是用主摄拍的啊，别看写的2倍，但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华为这边呢也是有鬼影的，但是肯定是比 OPPO 那边控制的好。但是到了长焦以后，华为的鬼影就更严重了。注意看车下边这几个亮点，就是上面的灯光的鬼影。城市照明环境虽然说是大光比场景，有强光有阴影，两台手机的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水平都很高啊，水平也很相当。这两台手机呢都说主打夜景长焦，那这回咱们就好好看看啊。在这个场景下，两台长焦的表现也是都不错的。
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 OPPO 更强一些吧，主要是亮部细节的呈现，OPPO 强。那超广角呢，两边是都偏色，不过偏色问题呢，一般只要我能忍我都不提，因为颜色呢都是可调的。亮部跟暗部的细节两边都不错。那至于偏色问题呢，既然样片都放出来了，你们就自己看吧，不用我老说什么偏色不偏色的。长焦的表现，亮部细节仔细看看灯管，还是 OPPO 的表现更好。接着换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两边旗鼓相当，超广角亮部细节 OPPO 稍强，长焦的表现这回是半斤八两了。接着换场景，主摄的表现这回亮部细节是华为的好了，超广角跟长焦两边的水平都很好。这个场景主摄亮部细节的差距就比较大了啊 ，OPPO 更好，超广角也是 OPPO 的更好啊。注意看暗部细节 ，OPPO 强很多，长焦的表现两边差不多。继续加大难度，我们的场景就是一个比一个难啊。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 OPPO 强很多，超广角也是如此，长焦的表现两边依旧都不错。这个场景亮度就非常的低了，主摄的表现暗部细节华为的更好，超广角两边差不多。夜晚的城市道路上，主摄的表现两边的水平都很高，超广角呢亮部暗部的细节呈现都没问题，但是华为偏色。长焦的表现颜色虽然说有些不同，但是水平都很不错。下面就都是极暗的环境了，就得打开夜景模式了。主摄的表现就开始出现了差距，细节呈现华为的更好。超广角呢，两边就谁也甭说谁吧。长焦夜景也开始出现了明显区别，区别就在于华为那边已经不再坚持用长焦拍摄夜景了，它已经开始用主摄的数码变焦了。而 OPPO 那边呢，一直坚挺，就是用长焦来拍摄夜景。你选择哪颗镜头，它就用哪颗镜头去拍夜景，这点我很欣赏。细节呈现方面，清晰度还是 OPPO 的更清晰。注意看暗部细节啊，虽然华为那边更亮，但是暗部细节不比 OPPO 多。健身器场所主摄的表现、细节呈现两边虽然说看起来是有区别的，但是细节差不多。超广角细节呈现两边差不多，但是颜色还用我说吗？那长焦的表现呢，还是前面那个场景的问题。华为那边看着是亮啊，但是暗部细节可不比 OPPO 多，而且华为已经不用长焦拍了。女流氓小巷没有开灯，非常的暗。主摄的偏色这回我忍不了华为了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华为要强很多。超广角呢，就谁也甭说谁了。长焦 OPPO 坚持用长焦镜头来拍摄，那么在细节呈现上呢，确实没有华为多了。最暗的场景祖传神速 Pro， 主摄的表现 OPPO 比上回强了。虽然说照片看起来比华为的暗，但是暗部细节并不比华为少。超广角依旧是谁也甭说谁啊，偏色问题自己看。那长焦嘛，由于华为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了，暗部细节确实比 OPPO 强，但是综合所有的夜景表现，我不会认为华为比 OPPO 强。录像依旧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也是这个效果。现在是主摄手持走路的表现啊，没有用什么稳定器，防抖、清晰度两边都不错，但是颜色我喜欢 OPPO 的。超广角的表现，如果看树枝跟天空的分界的话，明显是 OPPO 的强。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啊，不用仔细看就是 OPPO 的强。华为长焦录像给的是4倍啊，不是3.5倍 ，OPPO 呢是3倍。当时从屏幕上看，华为不是这样啊，这怎么一言难尽呢？OPPO 还给了一个6倍焦段嘛，那现在就都是6倍的了，华为那边依然是一言难尽的。10倍焦段录像的表现依旧如此，这华为默认设置，我什么也没碰啊，它默认设置怎么是这个样子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在华为相机录像的选项里，它默认打开了这2个设置，而且在导出的时候，它又不进行转换。那下回对比的时候，我得把它们关了。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，两边的防抖都还可以啊，别看华为稍微晃一些，清晰度都不错啊。OPPO 那边就是鬼影比较重。超广角录像的表现 ，OPPO 的更强。工业设计和硬件方面呢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这几个星期啊，全是对比视频，那真是累死朕了。那你们就说说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吧。那手机的大小呢，是华为的更小一些，厚度也是华为的更薄，后摄凸起高度呢也是华为的更低。那至于处理器处理速度嘛，那肯定是 OPPO 的更好，对吧？你们都懂。下面就简单总结一下他们俩在影像上的表现。那有不明白的呢，就去翻看前面各个环节。主摄跟超广角都是翻的 X6 Pro 的更好，长焦 P60 Pro 稍强。前摄算上录像的话，是翻的 X6 Pro 的好，微距 P60 Pro 强很多啊，人像也是 P60 Pro 的更好，扩张度跟夜景两边是各有优势。录像上最起码默认模式下翻的 X6 Pro 更方便些。OK， 到结尾了。那看完上面内容呢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